关注小偏偏说大片，和偏偏一起看大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戴着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做电影解说的视频也有2年了。今天咱们来试一个新玩法，说一部目前还没有上映，偏偏也没有看过的片子《极致追击》。没看过咋说呢？当然是下意识的根据我这么多年阅片无数的经验来预测和猜想，所以这档节目就叫小偏偏猜大片好了。首先根据《极致追击》这个片名，我们就能推断出这部片子好像推断不出什么来，不管哪部动作片好像都可以叫这个名字。对，这部片子肯定是一部动作片是吧？男主角是曾经扮演过《指环王》里的精灵王子和《加勒比海盗》里的小铁匠，长得很像贝克汉姆，更像吕秀才，人称开花的奥兰多·布鲁姆。他在这部电影饰演的角色叫小白，身份是前 SAS 特工。别问我 SAS 是什么组织的缩写，应该不是阿傻，反正你只要知道他们肯定很牛逼很能打就对了。首先大部分动作片都会采用热戏开场，所以这部片子一上来应该也是男主角执行任务，各种飞车啊、追逐啊、爆炸啊、枪击啊、拳打脚踢啊，总之就是要轰爆你的前列腺啊，不是那个叫啥，轰爆你的肾上腺。然后小白顺利完成了任务，还顺便摆了个帅气潇洒的 pose。谁知道剧情翻转发生了意外，小白任务失败，还遭到了陷害，然后被组织开除，到市场卖菜。混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很失败？大家乘以4啊！谢谢大家，可以鼓掌了。男主角开场倒大霉算是动作片里的常见套路，比如突然发现自己的跑车被偷，女儿被绑架，老婆被谋杀，狗狗被打死什么的。而且要么不倒霉，一旦倒了霉就一定要倒血霉，所以女朋友这时候也必须跳出来跟咱们的男主角小白分个手什么的。而女朋友这种人设一般都是胸大腿长的花瓶，一点忙帮不上就算了，最后还很可能被反派绑架做人质。就这样，小白变成了一只单身阿拉斯加，可以说事业和爱情双失败。然后一般会出现字幕，2年后或者3年后、5年后都差不多。隐姓埋名的小白被领导或者被同事或者被仇家找到，小白被逼无奈只好重出江湖，然后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。这个任务一般都是护送某件重要道具，或者找回失窃的某件重要道具。根据预告片可以看出，这件重要道具应该是个古董。这年头执行任务哪还有一个人去的？所以小白要先组队。就这样辗转了几个地方，小白终于把队员凑齐了。首先是电脑高手小叮当，可以说是特工电影团队的标配，总有一个戴眼镜的宅男老是躲在老窝或者防弹车里，轻松破解敌方所有密码，指挥大家怎么进去怎么出来。对着几块10几寸的破显示器，拿着个破对讲机吆五喝六的。任务成功就能立大功，任务失败也方便逃跑。这种智囊型的角色就好比游戏里的远程法师。然后是黑白通吃的前辈小马哥，一般都是负责联系线人，顺便当老司机飙个车啥的。社会窝马哥人狠路子多，能打能扛，应该是个肉盾坦克。还有刚生完孩子出来赚奶粉钱的周董太太，在电影里叫 JJ， 应该是致敬老公周杰伦的英文名吧。周董为了支持老婆还承包了这片子的主题曲。根据预告片看，周太太战斗力相当强悍，一点都不像2个孩子的妈。不用说也知道这货是个突进型的刺客，法师肉盾突进再加上小白这个射手，阵容可以说是非常合理了。队伍集结完毕还得有对手啊。根据预告片我们可以发现，影片中的敌方的武力担当就是施延能饰演的刀疤脸龙哥了。脸上的这条刀疤很可能是当年小白留下的，所以龙哥和小白还有毁容之仇。当然了，一般会武功的都不是幕后 BOSS， 而只是 BOSS 家的打手。那 BOSS 是谁呢？其实很好分辨，预告片里念旁白的人8成都是 BOSS， 剩下2成可能是男主角的人生导师。而极致追击预告片的旁白是梁静念的。 So fleeting, isn't it? Love is so futile. 每一句台词都莫名装逼，大 boss 就是他没跑了。当然也不排除电影最后来了个大反转，幕后 boss 的幕后还有个 boss。这种隐藏 boss 一般都是偶尔露一脸没啥存在感，但还是找的腕儿比较大的演员扮演的角色，比如英达饰演的宋馆长。有没有可能监守自盗，贼喊捉贼呢？当然不管隐藏的 boss 是谁，哪怕是主角团队里的人，都不可能是这位警察叔叔。原因大家都懂的，故事的结局肯定是大家齐心合力打 boss。虽然打 boss 的过程中很可能有人差点被打死，但就是打不死又爬起来接着打，最后终于打败了 boss， 抢回了被盗的古董，然后再把古董上交国家。最后一刻肯定警察赶到将坏人绳之以法，小白救出了前女友，并且和前女友复合，重新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以上就是《极致追击》这部电影的主要剧情。等着片子上映以后，你们可以去电影院检验一下我猜的对不对。偏偏对着自己的狗粮发誓，这部电影我确实没看过，只看过几个预告片和文字介绍。但是毕竟偏偏看过大量的侠盗片和特工片，所以有信心对剧情预测的准确率能达到9分以上，剩下的91分就完全是靠蒙的了。本期小偏偏说大片之小偏偏猜大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了个拜。我是梁静，大家好。由我主演的国际时尚动作大片《极致追击》正式定档9月30号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